到底有没有公平？林妍躺在病床上，看着手机上的新闻，涉嫌诈骗6亿元，律师团成功帮主嫌脱罪，现正与女星高潮约会中。他笑了，苦笑。他是一名小学老师，教学认真，守法纳税，每周去教会，生活简朴，却在这一年里溺癌，感情触礁，房贷压力如山，还因请假过多，遭学校暗示不续约。神啊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有没有那么一瞬间，你也这样想过？你按真理行事，努力生活，却看着那些满口谎言、贪婪自私的人过着光鲜亮丽的日子，到底哪里出问题了？诗篇73篇由诗人亚萨写下，是他内心的赤裸挣扎。他一开始承认神实在恩待以色列，就是清心的人，但接着话锋一转，他承认自己几乎失脚，险些滑倒，因为他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他看见恶人健康富有，无忧无虑，不受苦，甚至讲话骄傲，作恶自夸，却似乎毫无报应。于是亚萨发出沉痛的疑问：我洁净我的心，洗手表明无辜，岂是徒然？这是一首诚实的令人心惊的诗，它把我们内心不敢说出口的疑惑全都摊在神面前。杨宇欣是某家科技公司的工程师，从大学以来就是教会的青年领袖，个性单纯，做人诚实，工作卖力，屡屡加班，却从不抱怨。但最近他开始怀疑，这一切值得吗？事情要从他升迁失败说起。公司原本2个人竞争部门主管职，一个是他，另一个是江大伟。人缘好，八面玲珑，但据说经常福报业绩，靠关系接单。雨欣虽然专业强，但不善交际，也不会拍老板马屁，最后升主管的人是江大伟。那一天，他下班走进电梯，看见江大伟和总经理大笑着走出来，还说下周去冲绳庆功，老板买单。雨欣按下 B2 的车位层，心情跟着电梯直直下坠。那晚他回家打开电脑，看到母亲传来的赖，你表哥又换车了，好帅，他还问你什么时候换宾士。他苦笑，表哥靠炒股与 NFT 赚大钱，平常言语轻浮，还笑他逐日浪费时间唱歌给上帝听，不如看盘还比较有回报。他突然不想查经，不想祷告，不想去教会。为什么那些耍手段的人过得比他好，而他这种努力、诚实、敬虔的人，只能继续被看不见的神说加油？那周主日，他还是去了教会，心不在焉地坐着，直到讲员读出诗篇73章，那一句话像枪声般击中他心。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他愣住了，这不就是他的写照吗？接着讲员说，诗人亚萨并没有否认他的嫉妒，他诚实地承认他，但他也没有停在那里，他继续走进神的圣所，直到明白恶人的结局和义人的盼望。
那一刻，雨欣眼眶泛红，他明白神不怕他的怀疑，也不嫌弃他的脆弱，但神要他不要停留在比较中，而是进入与他亲密的相交里，看见永恒的真相。他或许在地上的竞争中暂时落败，但他站在神面前并不是输家。诗篇73篇1到14节让我们看见，信仰不是一场成功学，也不是保证今生一帆风顺的合约。敬畏神并不保证你一定升职加薪、健康幸福，但敬畏神会使你的心在混乱中有锚，在比较中找到出路，在质疑中找到依靠。我们活在一个快节奏、成就挂帅的世界里，很容易羡慕恶人的繁荣，但诗人提醒我们，不要只看短期的表现，而要进入神的圣所，用永恒的眼光看世界。人生不只是一场比谁房子大、薪水高、粉丝多的比赛，最终站在神面前，你拥有的是你与他的关系，而不是 Instagram 的追踪数。